大家好，我是吴海波，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实在的话题，牙齿。一提到掉牙，很多人是不是觉得老了掉牙是天经地义的事，觉得过了60，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只能种牙、戴假牙都是自然规律。但如果我告诉您，在导致老年掉牙的元凶里，衰老连前3名都排不上，真正撬动我们牙根的是几个我们从年轻时就天天做，还以为是保护牙齿的坏习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隐藏在日常习惯里的牙齿杀手真面目。同时，我还会分享一套简单不花钱的自然养护方法，帮您重获一口健康牙齿。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了。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打上1，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若您或您的家人也正受到牙疼、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这些问题的困扰，也欢迎留言，我会尽我所能为您解答。下面我们进入正题。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事儿，牙齿它到底是怎么掉的。很多人以为牙齿就像一棵树，树老了，根就烂了，然后就倒了。其实不是的，牙齿本身非常坚硬，它的寿命比我们身体大多数器官都要长。真正让它松动的是它周围的土壤，也就是我们的牙周组织，包括牙龈、牙周膜和牙槽骨。牙周组织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壤，紧紧地包裹着牙根，牙齿这棵大树才能稳稳地站着。然而可怕的是，这片土壤会慢慢地流失，而流失的罪魁祸首就是一种我们都不陌生的东西——牙菌斑。牙菌斑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那些塞在牙缝里的菜叶子，而是一层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牙齿表面形成的粘稠的看不见的细菌薄膜。这层膜如果只是待在那儿，其实还好。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把它清理掉，它就会和口水里的矿物质结合，钙化变硬，就成了牙结石。牙结石就像水泥一样，牢牢地粘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牙结石表面非常粗糙，会吸引更多的细菌来安家。这些细菌可不像咱们肠道里的益生菌那么友好，它们大部分是坏居民，会不停地分泌毒素，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为了对抗这些毒素，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发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龈炎。您会发现刷牙时牙龈出血、红肿，这就是牙龈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这里有敌人，快帮我清理掉。但是如果这个求救信号被我们忽视了，觉得牙龈出点血是小事，那么发炎就会从表面的牙龈向着更深层的牙周组织，也就是那片土壤蔓延下去。这时候就不再是简单的牙龈炎了，而是升级成了牙周炎。牙周炎就像一个沉默的挖掘机，它会一点一点地破坏包裹着牙根的牙周膜，还会慢慢溶解牙槽骨。牙槽骨一旦被吸收、萎缩，就好比大树根部的土变少了，树自然就开始摇晃。等到土被挖光了，树也就倒了，牙也就掉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可能持续10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早期几乎不疼不痒，所以特别容易被忽略。很多人等到发现牙齿松动或者牙根暴露出来的时候，牙槽骨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这时候再想保住这颗牙就非常困难了，往往只能一拔了之。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加速这个挖土的过程呢？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是不好好刷牙。这当然没错，但如果我今天告诉您，在牙周炎的帮凶里，有个东西比不好好刷牙更隐蔽，破坏力更强，而且我们很多人每天晚上都在做，甚至还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您信吗？这个头号帮凶
就是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睡前不清理牙缝。听到这个，您可能会有点失望，觉得你说了半天，就这，不就是塞牙了，用个牙线吗？别急，请您听我慢慢解释，为什么这一小步能决定您几十年后是满口好牙，还是花上百万去植牙。我们白天吃完饭可能会漱口，或者用牙签剔牙，但晚上睡觉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进入梦乡后，嘴巴里的活动就静止了。白天我们说话、喝水、吞咽，这些动作本身就能对牙齿表面起到一定的自洁作用，冲刷掉一部分食物残渣和细菌。但到了晚上，唾液分泌量会急剧减少，嘴巴变得干燥，自洁作用几乎为零。这就给那些藏在我们牙缝里的牙刷毛根本刷不到的细菌创造了一个绝佳的不受打扰的繁殖派对。您想想，牙缝里白天塞的那点肉丝蛾、菜叶蛾，经过一晚上的发酵，会产生多少细菌？这些细菌会疯狂的繁殖，到了第二天早上，它们就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成熟牙菌斑了。如果我们晚上睡觉前只是刷了牙，却没有把牙缝清理干净，就等于把一大批细菌舒服服地关在他们最喜欢的自助餐厅里，让他们在我们嘴里胡吃海塞一整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午夜派对对牙周组织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您的肠道是一座城市，睡前不清理牙缝，就相当于您每天晚上都偷偷给城里的坏居民开门，放他们进来搞破坏，还给他们留下一桌子的剩菜剩饭。等到第二天早上您再刷牙，那只是打扫了一下大街上的垃圾，那些躲在牙缝深处已经安营扎寨的坏蛋们早就吃干抹净，又加固了他们的堡垒，也就是牙结石，准备长期驻守了。所以您看，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买最好的牙膏、最贵的牙刷，认认真真刷3分钟，以为这样就够了。但实际上，我们恰恰忽略了最关键、最脏、细菌最密集的那个角落，占牙齿表面积 40% 的牙缝。刷牙只能清洁牙齿的3个面，而牙齿和牙齿相邻的那2个面，牙刷是根本进不去的。这2个面才是细菌的大本营，是牙周炎爆发的核心战场。如果不把这个战场的敌人清理掉，您在外面刷得再干净，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里面的坏蛋们会源源不断地向外扩张，最终攻陷整座城池。等到有一天，您发现牙龈萎缩，牙齿缝变大，吃东西开始塞牙，甚至牙齿有点晃的时候，那片土壤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认识一位刘大哥，今年才65岁，身体硬朗，但一张嘴满口牙没剩几颗好的。他特别想不通，跟我诉苦，自己一辈子讲究卫生，每天早晚坚持刷牙，饭后还漱口，怎么牙就掉成这样？后来一问才知道，他几十年从没用过牙线，总觉得牙线会把牙缝弄大，塞了东西就用牙签剔，结果他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牙齿，牙缝里的牙结石早已堆积如山，造成了严重的牙周炎，牙槽骨几乎被吃光了。现在他想吃口苹果都费劲，只能打成泥喝，而要修复，种一口牙没有40-50万根本下不来。刘大哥的经历，不就是我们身边很多老人的缩影吗？听到这里，您可能会有点担心，原来光刷牙还远远不够，那我们这些年的牙都白刷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无可救药，等着将来掉牙，花大钱种牙了？请您千万别这么想，咱们身体的自愈能力是很强的，牙齿和牙周组织也是一样，只要我们及时发现问题，用对方法，完全可以把这些坏居民赶走，让牙周组织重新恢复健康。重点还是在于2个字：养护，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清洁，再用正确的方法去滋养。接下来就给您详细讲讲一套非常简单，不用花什么钱，在家就能做的自然养护法，
帮助咱们全方位的保住牙齿，远离植牙的麻烦。这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刷牙加清洁牙缝的完整清洁观。咱们要把清洁牙缝提到和刷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比刷牙还重要。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细菌在牙缝里开派对的源头。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刷完牙之后，必须多做这一步，用牙线或者牙缝刷，把每一个牙缝都认认真真的清理一遍。我知道对于很多刚开始用的朋友来说，用牙线有点麻烦，可能还会出血。但是请您记住，刚开始出血，恰恰说明您的牙龈已经在发炎了，那里正需要清理。坚持用上1周左右，等那些藏在牙缝里的脏东西被清干净了，炎症消退了，牙龈健康了，自然就不再出血了。至于用牙线还是牙缝刷，这个要根据您牙缝的大小来选，如果牙缝不大，就用普通的牙线。如果牙缝已经因为牙龈萎缩变得有点大了，用牙线清洁效率不高，那就可以用牙缝刷，像个小刷子一样，伸进牙缝里来回清理几下，效果特别好。您可以去药店或者网上买一套，也不贵，几十块钱能用很久。这几十块钱的投资和将来几十万的植牙费相比，哪个划算，咱们心里都有数。当然，光是清洁还不够，我们还要学会观察和保护。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牙缝也清理了，牙也刷了，怎么知道我的牙周健康不健康呢？咱们可以看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刷牙或用牙线的时候，牙龈还出不出血。如果连续清理一段时间后，出血现象消失了，说明牙龈的炎症得到了控制，这是个好现象。如果还是有出血，那就说明有些死角没清理到，或者清理得不够彻底。第二个信号就是有没有口腔异味。很多人觉得口臭是胃不好，其实 80% 的口腔异味都源于牙缝里那些腐烂的食物残渣和细菌代谢产生的硫化物。如果您坚持清理牙缝后，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清爽多了，没有那股难闻的味道了，那也说明您的清洁工作做到位了。第三个信号就是牙龈的颜色和形态。健康的牙龈是淡淡的粉红色，紧紧地包绕着牙齿，边缘很薄，像刀刃一样。如果您的牙龈是暗红色，甚至发紫，而且看起来肿肿的，边缘很钝，那说明炎症依然存在。如果牙龈已经萎缩，牙根都露出来了，那就说明牙槽骨可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了，更需要我们加强清洁，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强化我们牙齿的土壤。这就要说到我们口腔里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唾液。唾液不仅仅是口水，它其实是口腔的天然护理液，里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比如钙和磷，还有能够抑制细菌的抗菌成分。它能帮助我们中和食物产生的酸，修复被酸轻微腐蚀的牙釉质，还能冲刷掉一部分细菌。所以，养护牙齿的另一个关键就是保护和促进我们健康的唾液分泌。但是很多习惯，比如抽烟、喝酒、喝太烫的茶，都会破坏口腔环境，让唾液变得又沾又少。还有一些药物，比如一些降压药、抗过敏药，副作用就是导致口干。那我们怎么利用好唾液这个天然护理液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就是嚼，但不是让你嚼糖，而是嚼一些需要费力气的天然的食物，比如说饭后嚼一小块生的胡萝卜、西芹或者几粒生的坚果。咀嚼这些粗纤维的食物，不仅能机械地摩擦牙齿表面，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大大刺激唾液的分泌，让大量的护理液冲刷口腔，中和掉食物产生的酸，把矿物质重新补充到牙齿表面。这可比您喝什么酸性饮料要好太多了。还有，我们要善用大自然给我们的牙齿保护剂。很多我们厨房里常见的食材，
对于维护口腔健康，其实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咱们中国人爱喝的绿茶，绿茶里含有一种叫儿茶素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抑制口腔里导致蛀牙和牙周炎的细菌生长。每天喝2-3杯不加糖的绿茶，就等于在不断地给您的口腔消毒，还能利用里面的氟化物来强化牙釉质。再比如咱们做菜常用的香油或者椰子油，有一个在自然疗法里很流行的方法，叫油把法。具体做法很简单，每天早上起床后，空腹取1汤匙大概10到15毫升的椰子油或者香油含在嘴里，不要吞下去，而是让它在牙齿间来回漱动，像漱口一样，持续15到20分钟，直到油变得像水一样稀，颜色发白，然后吐掉，再用温水漱口。这个方法源自古老的印度医学，它的原理是利用油脂的吸附性，把口腔里那些脂溶性的细菌和毒素给拔出来。很多坚持油拔的朋友都反映牙齿变白了，牙龈不出血了，口气也清新了。当然，这不能替代刷牙和用牙线，但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辅助手段。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口腔健康绝不仅仅是口腔的事，它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和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如果我们平时吃太多精细的、软烂的、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蛋糕、饼干、含糖饮料，这些东西不仅会直接喂养我们嘴里的坏细菌，让它们疯狂繁殖，产酸腐蚀牙齿，而且因为太软，不需要用力咀嚼，我们的牙槽骨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反而会加速萎缩，这就是典型的用进废退。所以咱们要想老了牙齿还硬朗，平时就得有意的去吃一些需要啃和嚼的东西，比如整个的苹果、甘蔗。当然，如果已经有假牙了，就要小心，给我们的牙周组织足够的锻炼。另外，骨质疏松和牙槽骨的健康息息相关。如果全身的骨头都缺钙，变脆了，那支撑牙齿的这片土壤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所以，中老年人，特别是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补充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多晒太阳，多吃一些像芝麻酱、虾皮、豆制品、深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钙的食物。把全身的骨头养好了，牙槽骨才能牢牢地托住咱们的牙齿。还有一点，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压力和牙齿的关系。您有没有发现，人一紧张、一焦虑，晚上就容易磨牙，或者睡觉的时候把牙咬得紧紧的？这种长期的、过大的咬合力，对牙周组织也是一种慢性的、持续的伤害，就像一直在用锤子敲打那棵树，树根周围的土慢慢就被敲松了、震散了。所以，保持心情愉快，学会放松，对于保护牙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视频讨论的核心。导致我们老年掉牙的，不是衰老本身，而是我们长期忽视的牙周病。牙周病的根源在于牙缝里堆积的细菌，单纯刷牙只能清洁牙齿表面，而对牙缝里的细菌无能为力。通过每天晚上睡前增加用牙线或牙缝刷清理牙缝，这关键一步，配合健康的饮食，利用好唾液和天然的养护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让牙周组织重获健康，保住我们的原生牙齿，省下未来可能花费的100万植牙费。最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带来一些启发，你的每个选择都是在为健康投票。今晚洗漱时，不妨多想一想，牙刷够不到的牙缝里，是否还藏着需要清理的坏居民？别小看这1分钟的微小改变，长久坚持，那个导致掉牙的挖掘机必将停止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健康的口腔环境。到了90岁，你依然能用自己的牙齿有滋有味地品尝生活中的每一道美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本期影片对您有切实的帮助，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支持，并请将它分享给您关心和爱护的长辈们。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像这样简单实用，能真正改变生活的健康建议，请您一定订阅岁月安心站。我们下个视频见。